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B。今天要来跟你介绍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哦，《潜意识的力量》。这一本书是由潜意识大师 Joseph Murphy 写的。Joseph Murphy 是1898年出生于爱尔兰，后来搬到美国去。他也是超过100年前的人了。我非常喜欢古人的智慧，所以这种书我是一定会收藏的。Joseph Murphy 他立志成为一个神职人员，但是他的理念跟传统的宗教非常不一样，他是属于新时代的，所以他就自己成立教会了。他一生有写过30本书，这一本《潜意识的力量》是里面最有名的了。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实际案例，今天就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吧。第一章节写说，如果你要了解意识跟潜意识的不同的话，有一个方法，那就是你想象有一座花园，而你是花园的园丁。你整天都在这座潜意识的花园之中种下各种念头的种子。当你有一个想法的时候，那个想法就变成了种子，种在你的花园里面。大多数的时候，你并没有察觉到自己正在这么做，因为这些种子是根据你的惯性思考而来的。每一个念头都会变成种子，而你也无时不刻都在埋下这些种子。既然你已经埋下了这些种子，那么时间到了，这些种子就会开花结果。你就会在你的周遭环境看到这些果实。你可以将潜意识想象成一片肥沃的土壤，肥沃的土壤并不会挑选种子，不管是好的种子、坏的种子，它都照单全收，都会让它开花结果。而你是园丁，你可以选择种子，每一个念头都是一个因，每一个情境都是一个果，所以控制自己的念头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只有这样子，你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情境。当你能够正面思考的时候，你种在潜意识的念头都是和平、平静而且有建设性的，它就会给你带来很美好的生活。你想要怎么样的花园呢？就种下怎么样的种子吧。接下来这个故事我真的超级喜欢的。作者说，我收到一位叫做 Lucy 的女士的来信，她听过我的演讲，她信上是这么写的：我是一个75岁的独居老人，我的老伴已经走了，孩子也长大了。我靠着一点点微薄的退休金跟社会补助金生活，我的日子过得很无趣，毫无希望可言。但是有一天，我突然想起你在演讲里面说的潜意识的力量。你说，只要不断的重复一个念头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念头传给潜意识。这是真的吗？我一开始不太相信，但是我决定试一试，反正也没什么好损失的，又不会少一块肉。我唤起心中所有的感情，不断重复着告诉我自己，我是被需要的，我是被爱的，我很开心的嫁给了一个非常温柔、深情又很注重灵性的男人，我很有安全感，而且非常满足。我每天都这样告诉自己好多次，而且持续了大概有2个礼拜哦。有一天，我在附近的药房碰到一个退休的药剂师，我觉得他非常温柔体贴，而且他的信仰也非常虔诚，完全就是我祈祷中想要的样子。我认识他不到1个礼拜，他就跟我求婚了。现在我们在欧洲度蜜月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潜意识的智慧，按照神圣的秩序把我们安排在一起了。哇，真的太 powerful 了！75岁还可以找到第二春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接下来这个故事，如果你正在找工作，或者是常常要考试、面试的话，可以参考一下哦。珍娜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歌手，有人邀请她去试镜歌剧中的角色，她非常想去参加试唱，但是同时也非常害怕，因为呢，她曾经去试唱过好几次，她都唱得烂透了，因为她非常害怕唱错，她非常害怕失败。虽然她的歌声很棒，可是她却一直告诉自己说，轮到我唱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唱得烂透了，我怎么样都不会得到这个角色，他们一定不会喜欢我的，他们一定会觉得我怎么有这个胆量，竟然敢来试唱，我一定会被拒绝的。他常常都这样子告诉自己，所以他的潜意识也将这些负面的自我暗示照单全收。也因为他常常这样想，所以前几次试唱他真的都被拒绝了。有一天，他终于决定一定要克服负面的自我暗示。他决定每天3次早中晚都会把自己关在一个非常安静的房间里面，舒舒服服的坐在一张椅子上，放松心情，闭上眼睛，然后开始对自己说，我唱得很棒，我唱得很自在，我表现得非常好，非常稳定，我很有信心。他会重复这些话5到10次，白天做3次，晚上睡前再做1次。1个礼拜之后，他已经变得信心十足了。
等到试唱那一天来临时，他真的唱得很棒很稳，也顺利得到那个角色了。所以不管你之前是不是常常告诉自己我不行我不行我很烂，从现在开始还是可以用正面的自我暗示来反转这些情况哦。Joseph Murphy 他非常推荐就是用自我暗示的力量，不断重复告诉自己正面的肯定句，就可以反转很多情况哦，甚至连个性也可以改变哦。有一个婚姻跟事业都岌岌可危的男子跑来找我寻求帮助，他的问题在于他非常敏感易怒，脾气又很暴躁，他很想改变，可是当别人跟他提到脾气不好的时候，他又会很生气，他觉得每个人都在针对他，所以他也必须防卫起来。为了要反转这种负面的自我暗示，我建议他用正面自我暗示的力量，他每天必须要练习好几次，早中晚3次，还有睡前。他必须不断地告诉自己说，从现在开始我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好，我每天都很开心很平静，我变得更加讨人喜欢，更加善解人意了，我会变成大家心目中的开心果跟大好人。这种开心的心情会慢慢变成我日常最自然的状态。他也真的很认真这样做哦，早中晚跟睡前都这样告诉自己。结果1个月之后，他的太太跟同事都表示他已经变得非常好相处了，所以连个性都可以改变了。在这个章节讲到其他人的暗示，如果你从小常常被讲说你很笨啊，你很胖啊，你很烂啊，你做不到啊，如果你在班上还被霸凌，还被这样讲的话，真的会在幼小的心灵造成很大的创伤。但是作者说啊，来自他人的自我暗示，只要你不接受的话，它就不会成真。就像是如果有人要送你垃圾，你大可不要收下啊。为什么要收下呢？你收下了，就代表你认同这些垃圾，你要这些垃圾。这边有一个非常惊悚的故事，作者说啊，我有一个远亲跑去印度找一个非常有名的算命师，他要算命师来帮他算算自己的未来。那个算命师说他的心脏不太好，又预言说下个月的新月他就会离开人世。我的亲戚吓坏了，他召集了所有人来宣布这个噩耗，他又跑去找律师来确认自己的遗属内容。我劝他不要这么迷信，不要相信算命师说的，但是他却告诉我说，那个算命师的超能力是非常非常有名的，他有办法带来好运，也有办法带来坏运，所以他对那个算命师说的话深信不疑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，他真的变得越来越虚弱了。1个月之前他还非常健康快乐，充满活力，现在他却病恹恹的。当算命师预测的日子到了，新月来临，结果他真的心脏病发作，就这样死了。可是他却不知道，其实害死他的是他自己，并不是那个算命师。算命师跟你讲垃圾，你就要相信吗？你相信了，这个种子就种下去了，有一天就开花结果了。我的远亲害死了他自己，因为他让一个强大的暗示进入自己的潜意识。我的远亲如果能了解心智法则的话，他就一定会否决这些负面的暗示，而算命师的话就变得像橡皮球一样，一点力量都没有。他人的暗示本身对你并不会有任何力量，如果有的话，也是因为你接受了他们，你接受了这个念头，你的潜意识也会开始运作，让它成真。这几个故事让我们知道潜意识的力量真的非常强大，我们可以利用潜意识的力量得到爱情、事业，甚至还可以改变个性呢。下一支影片我也会继续介绍这本书，可以先订阅我，就不会错过精彩的内容咯。 Joseph Murphy 也写过另外一本书叫做《潜富》，在这支影片我有详细的介绍用潜意识让自己变成有钱人，我非常非常推荐哦，可以去看看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